中国选手魏睿为何在擂台上如此勇猛？那是因为刚才那位泰拳王曾狠狠暴揍过魏睿。3年前魏睿赴泰参加比赛，却被这位泰拳王打得东倒西歪，毫无招架之力。3年后的魏睿终于迎来了复仇的机会，然而这个泰拳王却变得非常嚣张，竟然派出小弟大闹发布会现场。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不是扇中国教练耳光，就是往中国代表方头上倒酱油。如此一幕也是惹得魏睿大发雷霆。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复仇战，而是一场维护中国搏击尊严的战斗。当年魏睿赴泰参加比赛，对泰国选手的战术打法并不是特别了解，所以在泰国本土吃到了亏。此一时魏睿彼一时魏睿，现在的魏睿意气风发，正处于巅峰，能打17，对付一个小小的泰拳王还不是绰绰有余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睿是如何复仇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对方几年以后表现成长的一场比赛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比赛，魏睿能够像刚才王峰老师说到的这个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风雨之后能不能今天迎来彩虹呢？在这场比赛上，台湾里我们看一上来还是抱着这个泰式的这种战架，是。对于魏睿来说，这个战架已经对于魏睿来说，这场比赛他等待了很久很久，等来的却是大闹发布会。然而泰晚里却不想和魏睿打这场比赛，毕竟此时的魏睿已经不是当年的魏睿，所以就大闹赛前发布会。不过还是没能阻止这场比赛的正常进行谁打谁都别扭。是，刚才我们还说这两个人好像照镜子一样啊，这个看着自己呢，平时呢打这个正架选手呢可能是很舒服，但是对阵反架的时候呢还需要调整一下。这个中段扫是很明显的击中了。对，台湾里还是保持着整体态势的一种积极性。对。泰式积极性并不是说我出动作很多，在整个的身体语言上，对你的感知上，我会做很多身体的防御，还有反击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可以重点的看一看他们的步伐、移动，好漂亮！斯登，魏睿是一个控场型的选手，在整个的表现中控制能力是很好的。刚才这一下换的非常好。魏睿上来之后呢，魏睿对比赛节奏的掌控非常恰当好处，看似是在跃跃欲试，想对泰晚里发起主动进攻，其实是在逼迫泰晚里发起进攻，从而达到实施防守反击的目的。3年前的泰晚里打得魏睿难以招架，然而3年后的泰晚里却被魏睿打得难以招架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而且这样的运动员呀，往往对于自己的要求呢，他会更高。对，而且在战略层面上，对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这个完美主义者啊，魏睿可能在战术控制上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前直前摆后扫。他在做这场比赛，我们看到两个人选手对对方都是非常的这个谨慎啊。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觉得一般复仇之战都会上来火星的地火发四溅，对。好，泰晚里情绪开始带出来了。对，这个分析一下两个人的这个心态，泰晚里这肯定是魏睿是想凭借这场比赛赢回先前所失去的荣誉，反观泰晚里则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毕竟泰晚里是来华挑战，要是输了比赛，不就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控制比赛节奏的魏睿开始慢慢采取拳脚进攻，漂亮，2个前刺。这场比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泰晚里退步了或者怎么样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熟悉比赛节奏且控制比赛节奏的魏睿开始对泰晚里发起猛攻，密集的拳脚进攻也是打得泰晚里手忙脚乱。反观泰拳王泰晚里也没有放松警惕，毕竟魏睿曾经是泰晚里的手下败将，对此泰晚里还是有信心能拿下此场比赛胜利的。不过魏睿的表现却让泰晚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反击你这样的一战术。两个人呢，就是身高呢都是很高的，魏睿是75，泰晚里是73，差了2厘米。泰晚里的这个前手刺拳啊，真的是效果很好。好，魏睿，两个人对拼。我们看泰晚里就像一个绷紧的这个皮条，对，蓄力，然后啪，很快的出拳。是的。左右再动一下，一扫。前刺，连续的进攻。在刚才的一轮对攻中，泰晚里展示出来自己对本次比赛备战的充分。是，他的对于这个开始发起反攻的泰晚里并没有占到优势，结果被魏睿狠狠摔在了地上。
重新站起来的泰晚里非常暴怒，看来魏睿是打出了泰晚里的火气。魏睿对此次复仇拥有非常大的信心，毕竟魏睿在这3年的变化不是一点，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改进。泰晚里有点晕，哇，泰晚里还是非常有经验。刚才是魏睿，这个是勾倒了，这是勾倒了，并不是被击倒，并不是被击倒了。是刚才魏睿是把自己的右腿，也就是自己的前手腿，直接拉到后边，然后做了一个后手拳。对，现在对方被读了一个重击，虽然没有被读秒，但是在裁判的逆向分和这个重击分数是要打折扣的，是的。但是其实从刚才这个回合当中，我们也能看到泰晚里呢，确实是有一个超强的能力。没错，他的对于这整个这个比赛的状态的把握和防守做的还是很到位。是的，刚才那个防守是很棒的。状态不佳的泰晚里防守出现了很严重的漏洞，魏睿的进攻密度也跟了上去。反观泰晚里根本就不是魏睿的对手，只要展开正面对攻，泰晚里必然会挨到很多的拳脚进攻。即便泰晚里频繁挨到重拳进攻，但泰晚里依然能保持较为完美的报价来与魏睿进行对峙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前次只能控制距离，对，但是很难造成魏睿的连续的轮摆啊！看这个复仇的这个想法有多强烈。是，前次轮摆，泰晚里目前的整个态势还是魏睿的右手，漂亮，优势拿在手里，是能够继续保持。两个人打出火了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泰晚里能顶住魏睿的轮流进攻，属实不易。状态恢复的泰晚里开始对魏睿发起猛攻，反观魏睿也是与泰晚里展开了硬碰硬，连续的拳脚进攻已经将比赛拉入白热化阶段。很明显，魏睿打出的拳脚进攻更为精准一些，不过泰晚里的抗压能力太过强大。泰晚里现在防守比较极限了，是魏睿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，保持住优势？魏睿上勾没打到。泰晚里的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的。魏睿的后手拳，继续有，打火，密度比不上魏睿，精准度依然比不过魏睿。总体来说，泰晚里在对拼中就是挨揍的那一方，所以裁判决定暂停比赛，来给泰晚里进行读秒，最起码要给泰晚里一个休整的时间。比赛如果不被终结，这场比赛拿下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魏睿复仇的胜利的眼看就在眼前，还有2分多钟。但是魏睿并不想稳稳的结束，想要继续用进攻来给自己的这场复仇之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场比赛，魏睿已经把自己整个的气势全都拿出来了。是，应该从平手上勾，第2回合开始，魏睿整个的状态站不住了，保持优势，继续压制。经验很丰富。毕竟泰晚里呢还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选手，所以说虽然这会儿魏睿有优势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没错。泰晚里的抗压能力太强了，面对魏睿的穷追猛打，泰晚里依然不打算就此认输。赛前的嚣张气焰已经被魏睿打得七零八落。反观泰晚里是泰拳出身，自身的身体素质要比其他选手要强出一些，而且泰晚里在泰国的地位也是颇高，最起码不会轻易被魏睿 KO 掉。打服。泰晚里的这场比赛看来回天乏力了啊！现在呢，这个胜利的天平已经是倾向到了魏睿，就看魏睿怎么样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、接下来时间当中充分的利用，把握好这个优势。没错，不要着急，这个更需要冷静。是，优势已经在手里了。是的，泰晚里防守已经濒临破防，眼神犀利的魏睿已经寻找到进攻机会。只见魏睿一记高鞭腿打出，泰晚里就出现了摇摇欲坠。此时的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，魏睿成功完成了对位单杀，不仅报了仇，而且还挽回了在3年前中国搏击所失去的尊严。对，将对方击败。祝贺魏睿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，迎来了属于他的赛后。泰晚里成功复仇，这个心结终于打开了。魏睿在这一次比赛勇士的荣耀5之后，有可能再有自己心态上和技术上的提高。是在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魏睿泰晚里赛前的嚣张在此时已经不复存在。不过泰晚里的抗压能力非常强大，自从第2回合泰晚里就出现了状态不佳的情况，一直坚持到第3回合尾声，属实不易。看来泰晚里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也是豁出去了。这种激情全都爆发出来了。此时此刻，他有理由享受现场6万名观众的欢呼。没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fight comes. 最终魏睿复仇成功，
成功把3年前欺负自己的泰拳王打得口吐鲜血。大家感觉魏睿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魏睿的硬气。比赛结果，红方。